那么武侠小说这个世界里啊，最出名的是谁呢？大伙都知道是香港的作家金庸先生。那么金庸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是什么呢？大家也都很熟悉，有人即使没看过原著，也看过电视剧《鹿鼎记》。可《鹿鼎记》这个小说啊，最开始金庸写出来的时候啊，有很多读者看完了就给金庸写信，说金先生你是不是写着写着写累了？说这书是不是找人代笔的呀？说别人写的署你名啊？为啥呢？大伙有这认识，是因为这本书真不太像金庸以前写的小说。你像他在《鹿鼎记》之前写的两部小说是《天龙八部》或《笑傲江湖》。武侠小说得有武有牙，无论是萧峰、段誉、虚竹还是令狐冲，那都武功很高的人。可是到《鹿鼎记》这，韦小宝是个傻，在妓院长大的混的，武功始终没达到上乘，学了一堆逃跑的本事，像神行百变这样的，还靠着身上的宝衣多次救命。就武侠小说里的第一主人公从来没有这样的，你可以武功低微，但那是开始像过境，后来成了一代大仙。后来金庸给大伙解释了，说这书是我写，确实跟我以前写的不一样。这书啊，叫非武非侠，非史非奇。就这里头呢，没有多少武功的东西，也不是写大侠的事儿，它既不是历史，还不是传奇，所以非史非奇这四五字搁《鹿鼎记》身上非常恰当。咱得佩服金庸先生的笔力，确实了不得。那么咱们今天给大伙说说，金庸先生写这个非史非奇的《鹿鼎记》和历史到底有多大关系？哪些是史，哪些是奇？一本《鹿鼎记》暗藏多少玄机？惊扯2000人的明史案，始作俑者竟是金庸的祖先。脚踏两只船的小太监，真实原型居然是海外华言。东高论着美女阿珂，到刁蛮倦宁公主，韦小宝的老婆们又有着怎样的真实人生？本体老年故事会，非史非奇，《鹿鼎记》。咱一说韦小宝，很多人想说这个人呢，武功也不高，小流氓小混子，在妓院长大，好像也没什么道德底线，偶尔讲件义气，可是两边人都能混得开。后来实在混不了了，诈死。哎，我假装死了，逍遥自在，出仕隐居。最可嫉妒不，也最令人羡慕是，一个老婆呀，个个如花似玉，大很多男的看完了都受不了啊，说这人怎么运气这么好的？那么说这样的一个传奇人物，在历史上有没有原型呢？也就是说，金庸先生提笔写韦小宝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原型存在？所以有很多研究着金庸的人啊，说我是研究金学的啊，就指金庸的学问。研究来研究去，说这韦小宝历史上真可能有原型。不，头一个原型是谁也都想不到。三宝拜见郑佛，不下迪阳的呀，郑和、郑举下，传并各传，鸡毛、细毛、极懒、极懒、极蒿、极蒿。不怎么能说原型是他？是你看啊，先说进宫当太监，两个人都是啊偶然原因背离无奈继骨。韦小宝呢是和毛十八在一块混，从扬州到北京，赶巧了距于这大太监海老部，哎呦，有事要找毛十八问，顺道就把韦小宝裸进去了。就根本韦小宝自己很被动进宫了。可进宫之后，这韦小宝是个鬼精灵，把海老公眼睛给毒瞎了，又把他身边的太监小惠子给杀了，就冒名顶替作为小桂子，他在宫里就扎下根儿。这很长时间，一开始大伙都管魏阳宝叫小桂子贵公墓。那我们再看三宝太监郑和，郑和夫姓郑，他本来姓马，叫马三毛，是云南人。可是赶到呢元末明初的时候呢，这个云南的这个云南王顶头这位非要跟朱元璋较劲，结果朱元璋呢派这部队就把这云南王给平了，这大明平颠，这历史上有名的事儿。结果呢，当时的这个小郑和呢急了糊涂的就成了俘虏了，全家都人给抓起来。抓起之后呢，当时平颠的将军呢一看这个马三毛长得眉清目秀，为了讨好皇帝呢，就把这马三毛给阉割了。小孩长得漂亮，小太监都送宫里，说白了这叫躺着也中枪啊！不是他小济公到太监，都是被逼无奈进了宫。那么进了宫以后呢，咱们看这韦小宝啊，
阴差阳错的跟康熙称好，嗨，啦，这我呀，啊，你这有人真好玩，叫什么名字啊？我是猴子呀，好玩。告诉你，我叫小桂子，你的？皇上通常都叫我小玄子。开始被误造康熙是皇上，管叫小玄子，也以为是太监。咦，这声音很熟啊！老臣不明白皇上这什么意思。月牙啊，西壁你是谁？竟敢对此通听？老魏，你好大胆呐！竟敢做皇上无礼！我何时对皇上无礼了？你这个狗奴才，敢在这胡说八道！那俺还说没有？你看你窝的馋得如斗大，是不是江老皇上呀？上面大苏的饭哈由皇上定夺。你要是想对皇上无礼呀，就得经过小桂子这一关。你先行跪下，有话明天再说吧。今日皇孝啊，龙臣倒退，以后有人在这里的时候，你叫我皇上；逮人的时候，你还是叫我小玄子吧。那你自己说的啊。咋照比严起出呢？什么马都难追，那我真要可以放松啊。小强、小桂子俩人处就非常好，处对好成了好朋友之后呢，他给这个康熙出主意，什么主意？你像听鳌拜，说咱假装有这些人在一块练武玩，让鳌拜放，最后给鳌拜抓住，抓住了还拿着玄铁匕首进了监狱，嘿，据敌手把鳌拜弄死，解决了康熙一大问。当然这是金庸编的。那么咱们再看呢，这个三宝太监郑和进了宫以后呢，被这个燕王朱棣看上，就是后来的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朱棣把他收到身边啊，当贴身太监。后来这个朱棣跟他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结连打仗，争夺大明天下。在这个现代北京周边一带打仗的时候，这个郑和给他出了主意，说呀，这个地方叫郑孙坝，就现在在北京大兴一带，在这儿打仗。说咱怎么能够打败这个朱允炆的军队呢？咱整位国人呐，到两军阵前呐骂阵，然后咱打围在他的旁边埋伏，敌人受不了了出来跟咱打，咱就跑，他是后头追，咱再转过身来，左右攻架走的，就可以往拉架。不如这么个好主意。结果这一战，当时嘛建文帝朱允炆的蠢力就给打得丢盔卸甲。这一战是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后来是为了赏赐他，就像康熙让韦小宝恢复身份，说他是六品的首领太监一样。朱棣登基做殿以后说，这事我得赏你，你这主意出得好。由于是在郑孙坝这地方打的仗，我赐你姓郑。郑和叩谢殿下。好，郑和起来吧。所以三宝太监改名叫郑和，他原来叫马和，马三宝是叫郑和，完了封他为四品的太监。所以你看俩人这个挺类似，在韦小宝最后两边平衡不了了，而你这头这个挤兑我啊，非让我杀皇上，那头非让我再收拾天地会，我咋办？为能保我们全家过上平静的日子，我请求索大哥，你告诉皇上，说我们已经活埋在山洞里，我不想做大官，以后也不会见天地会的人，希望索大哥成全。我诈死隐姓埋名拉倒吧。这个跟郑和经历很像。郑和是回民，伊斯兰教徒，我们都说伊斯兰教圣地是哪儿？麦加。郑和七下西洋就想啊，我找那麦加在哪儿，我要朝圣去。到最后那第7次下西洋也没找着，郑和一琢磨呀，我儿回去可能这岁数再出不来了，得了，我装死了，就和我半道死了啊。然后呢，躲着留在中亚一带找这麦加，在中东一带找。所以这个给韦小宝诈死又很像。所有人分析啊，说三马太监郑和就是韦小宝的原型。到后来有人问金庸是不是人呢？金庸乐了，说这个可能是我看是写韦小宝啊，是受一个海外华人的启发。这些金庸迷琢磨海外华人，金庸不说不要紧，咱们筛了找这人，找来找去真找着有人给韦小宝挺像。这人叫啥？叫韦宝山。你听这名字跟韦小宝一像，他是个什么人呢？咱们说韦小宝不是脚踩两条船吗？这边是康熙身边红人鹿鼎公继后都奉承，这头是天地会清乌堂堂主陈总舵主的这个徒弟，脚踩两条船。这个韦宝山在历史上就是这么一个传奇人物。他呢是
大清在慈禧太后时候，他是大清的候补道，搁现在说就是厅局级预备干部，随时可能上任，有实权当官。可是另一个层面呢，他又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兴隆会，兴隆会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这边才是清朝的候补官，那边是要帮满清驱逐走。而且奇怪的是，他两头马好，两头哪儿都没翻，他还始终混得挺好。所以有很多这个海外华人研究他，说这人都是个奇迹，这怎么能做到啊？所以有很多人对他还有兴趣去研究他。我估计这个是吸引金庸把他当作原型写韦小宝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你拿哪个对都不完全像，但也都有道理。本期老林故事会崔喜悲喜《鹿鼎记》。那么当然韦小宝身上呢，最吸引大家的吧，说他是情史传奇，有7个老婆啊。这7个老婆说历史人有没有原型呢？有。你像韦小宝开始最怕的一个，亚子布一扔就把他打了别给民上赢啊。建宁公主，喂，拖着别走，我以为你别走，给我站住。喂，我们真有缘啊！喂，这哪样公主这么巧啊？一罗见给我打耳机，好，来。建宁公主搁现在来说，既是个受虐皇，又是个施虐皇。气里啪啦，愿意打人还愿意挨打。他为什么爱上韦小宝？是韦小宝是唯一一个在宫里敢往死了打他的人。咦，哇，哎呀，你个臭娘们！来，嘿，爸，这么打的人家这么舒服，你个贱骨头！怪背了，于总，就让奴婢伺候你。所以他俩这就好上了。这书里头写呢，说跟建宁公主俩人啊不干不净了。后来呢，这感情建宁公主不是公主，说是康熙的妹妹，不是，发现是贾太后生的她。这贾太后呢是谁呢？是原来前明大将军毛文龙的女儿毛东租，后来沦落到神龙岛上呢，加入了神龙调，打进皇宫里头，为了盗取自42章经，和那周蹉跎俩人中间生下来建宁公主。淫妇魅影佛该呀，快对这也非个康熙一看最后真假太后分出来，你也不是我亲妹子，所以要想安抚吴三桂的时候，跟吴三桂上儿子吴英雄结婚，这差事就落到建宁公主身上。反正你也不是公主，拿你糊弄人嘛。让韦小宝当赐婚婿，我送他一道去云南，这一道俩人第二多山里家也不必为不在一块住。奴婢做不了不信美的吗？那你再这样，就拿你当我老婆了。人家就希望你拿我当你老婆哇，到了这昆明呢，建宁公主刁蛮脾气上来了，我可不能跟吴英雄结婚。结果呢，他把吴英雄给阉割了，吴英雄成太监了。哇，岂有此理！文盲不把康熙一家老小杀光，誓不为人。后来这么吴三桂一起事，杀了吴英雄。这边建宁公主顺理成章的就跟韦阳宝结婚了，嫁过来了，称韦阳宝夫人。其实真实的事呢，吴英雄这边正享天伦之乐的。康熙一看那头怎么着，你爸爸造反了，赶紧派人把吴英雄抓来，当时就给杀了，连着他跟建宁公主的儿子也都给杀了。所以建宁公主最后呢，活了60多岁，守寡，孤苦伶仃的。所以这是历史上真实的建宁公主，就跟这小说里写着就大相径庭。说还有一个韦小宝最爱的女人谁呢？最喜欢的最漂亮的阿珂。说这阿珂是谁？说是这个吴三桂和陈圆圆的女儿，南下第一大美人，这女人能不漂亮吗？说这阿珂什么来历？九难师太给她抱过来的，给她养大，但九难师太对她不怎么样，欺负棒勺。什么是这么大惊小怪？有钱有条鞋想咬我，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的，下只咬到了才告诉我。为什么呢？九难师太把他长大了，培养成个杀手，刺杀吴三桂。就你是吴三桂的女儿，儿子把爹杀了，这得多大仇能干这事儿？这跟九难师太有密切关系。为啥？九难师太没一个绑子，独臂神尼。他是谁呢？
说大明崇祯皇帝的女儿长平根故。这个李自成打进北丁，大明王朝灭亡，崇祯皇帝在宫里吧，把剑拿出了，嘁哩咔嚓把儿女都给杀了。轮到最后要杀这个长平公主的时候，就有点力气不够了，还是心软了，咔嚓一剑下去，只砍掉是一只胳膊。再这么的就说长平公主呢，没死了。师太，我们别往前走了，因为前面那棵树是当年崇祯皇帝上吊的那棵树哦。没死了呢，他就想复仇，向谁报复？一个大清尹吴三桂。因为吴三桂在山海关背叛大明，引妻女入关，这恨透了吴三桂。怎么复仇呢？一打人说有孩子是吴三桂跟陈圆圆生的，好，但这还是报复了，因为抽走阿珂，养会养大了，我让你女儿杀爹。你想，这比单纯把吴三桂弄死，那不是很多了？那么说这个故事呢，是不是真的呢？你肯定是编的。我说这儿有人说这金庸这《鹿鼎记》看着像正史似的，又康熙又什么呢？怎么都编的？还真有不是编。熟悉《鹿鼎记》的朋友一翻开这书，第一章纵横勾当清流货，俏戏风息月旦平，这是第一回，几乎原封不动的把大清初年最出名的一个文字狱明史案都给翻出来了。明史一案跟金庸一家有密切关系。金庸我们知道姓什么？姓查，叫查良镛。这个明史案其中的发端自金庸的老祖宗查继佐。那我说这个查继佐，金庸这祖宗怎么跟明史一案有关系？这书里他写得很清楚，这都是真实历史。就是大清初年的时候呢，江南湖州这地方很富庶，有一个才子叫庄廷龙，10几岁呢，文才很好。他当时就想说，我呀得建番事业，读书读到最后啥程度？双目失明，19岁打眼瞎的才想，我呀不能一事无成，我得干成点事。一打听呢，湖州通乡有人呢叫朱国珍，是大明时候的这个一个大臣。他呢底下呢写一部明史，写了一半他就死了，没完成。这老庄家是湖州的富妇，哥说首富，拿出1000两银子呀，把这个明史遗稿买过来。庄廷龙说，我来写。到顺治17年，这书成书，叫《明史集略》。结果这书出的时候呢，他爸爸想怎么扩大我儿子的影响，让更多人能知道呢？他爸爸反正署名的时候，把江南这一带呀有名的文人，凡是就看过《明史集略》的，给提点意见呢，改过几个字人，名都写上。有3个人没看过一眼，也没改过一个字，没写过一篇文章，因为名气大，也给列头里了。其中就有金庸，他的祖上查继佐。结果这查继佐呢是一个版权保护意识很强的人，看着这本书了，一看前面有自个儿名，这哪行啊？他到这个浙江的按察司，就当时在浙江的法院检察院给告了，说这有版权问题，我没写怎么能署我名？按察司一看，已经发行的书退回去，赔偿一点损失，就这么把这事了了。可是接下来事弄大了，有个贪官叫吴芝荣被罢官了。在《鹿鼎记》里写特别细，这吴芝荣呢就到这个湖州老庄里说，你家有钱，你给我俩钱呗。芝荣曾经到过湖州一游，知道湖州有3宝啊。第3宝呢就是由令郎修撰的《明书集略》呀。真是人人夸赞呐。吴兄，既然您欣赏的话，老夫愿意以3宝相赠啊。谢谢。是这老庄家庄廷龙他爸爸就没看上你这个贪官。行了，你既然来了，他请吹捧我儿子的，说明史写得好，好吧，我送你点东西。送点乱七八糟的东西呢，送了一本《明史集略》，把吴芝荣气得一个钱没给我们。回到旅店一宽，可不得了，书里飘出进页文书中自有黄金无朕有。他为啥押进业务？希望让我把这书看下来，给他儿子扬名。那我就看看吧，得人钱了。一看吴芝荣是反了，不得了，我大清不关那么久，还用前朝的念哈，那分明是对前朝有所眷念了。
那么这就是一本反动的书啊。好，我就揭发你，把这本反书上呈检举，我就立了大功，说不定就富官永旺啊！这里边都大名年号，说起来还什么蛮夷，这了得吗？吴志荣进京告状，告到鳌拜，鳌拜正好想借这个事收拾一下江南的脂分，于是展开是残酷的文治。就这个事有说死了几百人，有说死一千人，反牵连得藏外人，那被处罚的不计其数。那么说这个查基佐告这个明史有激略，是就是版权官司还是怕出事啊？还真不是，因为查基佐底下也在写一部明史，那写的比明书激略还反动了，那把大清给骂的。但他挺聪明，写完了呢，他不叫什么明史，叫罪为录，然后把这个书的底下发行，没录样，所以到最后颐养天年还没事儿。所以你看，这个金庸书里头把历史和戏说的成分糅合的非常好，有时候错进错出，有时候错进正出，有时候正进错出，让你看着饶有趣味，跟历史还能贴得挺近。所以咱们看金庸书很大一个乐趣就是他怎么样地波邓史，怎么样正史细说，这里头看出金庸先生水明道与戴纳。所以有人说金庸先生是个历史学家，这有点过了，捧大了，还不够。但是你要说金庸先生胡说八道歪曲历史，这也不对，金庸对历史多少还是有一定研究的。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说这小偷叫什么，说他别称，说有的叫小毛贼还有说江洋大盗。好像咱们在现代汉语语境里边偷盗贼这意思差不多。但你记住，这汉语它既然要弄出一个另外一个字，它一定跟原来的字意思多少都不一样。你像盗和贼，在中国古代就不是一回事。比方说荀子呢，他在书里边解释了，说叫害良为贼，窃货为盗，就说呢抢劫那个叫贼，偷东西那叫盗。到后来呢，这意思又倒过来了，变成了呢说强盗抢东西的叫盗，毛贼偷东西叫贼。但甭管这盗和贼这语义怎么转化，反正你这抢劫盗窃这些事儿都是被大家认为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事儿。没有人说这个强盗这个小偷大伙同情他，很少。可是咱们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还真就有那种几乎成了万众偶像的盗贼。那类好莱坞片里边把那一些强盗小偷弄得轰轰烈烈，还挺浪漫。不光是那个，现实当中真有这样的。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个雌雄大盗的故事。雌雄大盗偷盗的日子不怎么好过亡命冤家，逃亡的路上艰难忘险。他们休息的是盗贼，还是浪迹天涯的侠侣？我本期老梁故事会，让人同情的雌雄大盗。别人说雌雄大盗，我知道好莱坞有个片子就雌雄大盗这个雌雄大盗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男的那叫克莱德，女的叫邦尼，这两位呢杀了几十个人，连抢劫最后杀人，然后呢被警察乱枪打死。打死之后呢，好多人崇拜这两个人，也就是说江湖上长久时间流传着他们的故事，好像这不是个抢劫犯杀人犯，而是成了终南山后活死人墓，神雕侠侣绝迹江湖，就跟传奇武侠这。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美国上个世纪20-30年代这对雌雄大盗邦尼、克莱德。说这两位呢，咱们得分开了说。咱先说这邦尼，你这么一想，说这女的敢杀人的，这不得跟母夜是苏二娘似的？还真不是。这个邦尼要论长相也是点，而且这邦尼不是说打小就在什么黑社会环境下长大，不是。家里头原来呢条件还可以，而且这邦尼呢小时候是个学霸，上学时候表现很优秀，而且喜欢呢写个诗搞点文学什么的。说他怎么走上这条道了？要不说这家庭变故有时候对一个孩子影响非常大。他们家原来呢在德克萨斯州一个小镇住，
可是他不大的时候呢，他爸爸呀去世了，他母亲呢带着他们这仨孩子呀，就搬到达拉斯一个挺穷的地方去住去了，家庭条件就不如以前了。这个时候呢，家里条件这样，他母亲说：“我遭点罪，我也得供孩子念书，你们好好读书。”这邦尼就看自己母亲呢挺辛苦，就不想读书了。圣改人那时候青春期还叛逆，他15岁的时候就找了一个男友叫罗伊，两个人就结婚了。那阵这邦尼也挺胆大，为了表达对自己这丈夫的忠贞不二啊，在自己这腿上啊纹身啊，把罗伊的名字纹到那儿了。这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呀，应该算是一个挺前卫的举动。因为咱这说实在的，这个谈恋爱时候啊，把男朋友啊、女朋友的姓和名啊纹到身上，这事挺傻。你看，原来我身边有一位是男孩嘛，他交了一个姓马的女朋友，他就把他女朋友马这姓啊，就纹到自个儿这只胸口这了。结果过不一阵呢，他跟这女朋友黄了，他挺恨这女朋友。你说这马字怎么处理？难弄了。哎，过不一阵他又交我女朋友，这女朋友姓冯，哎，这好办了。就多2点嘛，就在马旁边纹2点水。又过了一阵，他俩又黄了，再交那女朋友姓赵，这可怎么办？怎么改也改不了了。所以你这一时冲动，在自己身体纹这纹那，挺愚蠢的行为。就是当时呢，这邦尼年幼无知，还挺叛逆的。结果后来两个人呢，过着过着呀，这罗伊有点大男子主义，经常出去喝个酒干什么，整宿不回来。回来之后问你怎么这宿干嘛去了？你上哪儿？这罗伊来气的，我一个老爷们用你管，时间长了对着邦尼进行家庭暴力。后来俩人呢越弄越僵，这罗伊索性我不要你了，跑了。人没刚可不位置 ，es 妹子什么了？我的爸妈辈子那次，一是被为了这次，我一是毛啊，而马飞也来了马克而且是更等着。结果邦尼变成自己过了。以这个时候，其实啊，他母亲过来看看，要能继续给他点母爱温暖，那好办。他母亲恨的说：“你看你啊，当初那么劝你，你不听，你现在活该。”做着邦尼变成啊自己一人过了，身边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心态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你大伙儿记不记这《水浒传》里边，西门庆、潘金莲是怎么认识的？潘金莲是在楼上。一拿那窗杆啪掉下去了，砸西门庆倒着。西门庆抬头刚要破口大骂，这谁的？也好，楼上这女的真漂亮，真对不住，奴家并非有意，官人原谅则个。是，小娘子，定当不是有心的，奴家不是有意的。当然，娘子你绝非是有意的。一下子这一眼看到心里去了，这才鼓捣王婆啊，后来才弄出这么大事来。说这时候这邦尼见克莱德四目相对，俩人一见钟情，这也不知是善缘还是孽缘。在这邦尼稀里糊涂穿衣服从楼上就往下跑，见着克莱德，哎呀，见俩人就好的，这就不行了。啊，我为你每天呢，你知道，笨狗努尔接你鬼呀。一用努尔的也啊，更努尔基地那里有贝斯嘞？啊，白吉尔莫贝萨尔，你看他俩就是这么认识。你看认识之后，知道这克莱德小偷小摸，这邦尼也不加劝阻。哎，我反正跟着你走，你干嘛我干嘛，这辈子我跟定你了。俩人才组成了雌雄大盗的这么一个2人犯罪团伙。有的人说这邦尼这根生就不好，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人走上犯罪道路啊，2个原因最重要，一个是贫穷，就没钱；第二个没有爱，就往往身边人对他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他感觉到很孤立。我想邦尼他这个时候一下子找到克莱德了，就感觉到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人生又有希望了。至于你干什么我不管，拥有你这份感情就是我人生的全部，你干啥我干啥。所以你不论有多大的恶事，我跟你一块做，没有心理负担。咱们呢再分个头说这克莱德呀，克莱德的家境呢还不如邦尼，打小就在贫民窟，在那个环境长大呀。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挺乱乎，他就觉得我要想出人头地，我没有什么能改变命运的，我就得违法犯罪。就很早的把赤木可以比电影不的不进去，这克莱德呢是小偷小摸就会了。这跟邦尼俩人在一块儿，
结果时间不长，克莱德就被抓进监狱。在监狱里边，他就告诉这个方尼，我有枪，你想法把枪啊探监的时候给我带去，我准备越狱。结果这邦尼真帮他忙。可是这监狱里头啊，好多的重刑犯，那个顶个都是恶得不得了的，就跟古龙笔下那恶人主和的这版干什么都有。结果在这个监狱里头，克莱德不仅没改造好，反而跟一些更坏的人接触，这把这杀人越货这些思路啊、手段呢，都学个差不多，甚至狠到什么程度呢？他为了逃避服役，想要直接提前释放，拿把斧子就这么他一瘸一拐的出监了。到了监狱之外呢，跟邦尼俩人一商量，咱甭干别的了，咱就杀人越货，专门的抢那杂货店。open， 哎，等抢差不多了，完了搁这钱呢再去买枪。Paul Megan Job， 你别让这 Odin somebody else in big guns。所以就这么着，犯罪呀，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说实在的，咱这么说，这个克莱德原来就小偷小摸，他怎么走上这条不归路的？在监狱里头认识这些人太重要了。就说监狱里头的改造，怎么改造犯人？不是给他关起就拉倒了，改造得在里边，从内心到外部都得有一些仪式化的东西。这克劳德就典型的贩毒这啥，俩人跑，他没抓着，这俩人兴奋的都不行了。对，当然电影里头呢不是简单的处理这个事儿，他做了一些改动。他说这里头这个克莱德呢是个性无能。被太大哦，用句说句brother，这个uneducated you Billy， that always special thing about you， 也就把 Q you 啊的意思吧。Love make it just no love make that 为什么电影要做这种改动呢？就它反映的是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的一种无能和无助感。就说大时代下，美国当时经济很萧条，这老百姓有的活着费劲，贫穷是导致犯罪的最大的一个根源。他电影是为了表现这个主题。其实的这个雌雄大盗呢，这男的倒不是性无能，在历史啊。那么两个人后来呢，杀了几十个人，这事儿越捅越大，成了这个 FBI 呀头号的通缉犯。到罗斯伍总统上台的时候呢，说这不行了，这得抓社会治安呢，不能乱到这程度，全国范围通缉他们，抓他们。最后什么方法把他们给弄出来呢？就是克劳德有个朋友他爹呢对他也不错，就这么把这两个人给弄死了。你看打死他那地方，当时这消息传出去，哎呦，有好几千人乌泱从附近赶过来要看热闹。为什么呢？在他们想象当中啊，这邦尼跟克莱德已经名气很大了，就在他们心里感觉这俩人就等于神雕侠侣，志不济也是黑风双煞，给人感觉是个既血腥又浪漫的事儿。这人都有猎奇心理呀，都八卦呀。后来是那死了得下葬啊，这些人来都甚至他们打碎的衣片，就衣服成碎片了，每人都想拿我一片当祭奠。等到下葬那天里，他有给送鲜花的，还有给他们写上悼念文字的。说白了，这不是人们没是非观念，而是啥呀？就是对这种挺向往，好像这事是个特神奇的事似的。其实你说这两个人犯罪逃亡生涯哪有那么浪漫呢？哪有那种什么塞上牛羊空许月，竹畔碧云有旧盟啊？哪是那样，根本不是。因为后来警察披露了调查这案情呢，两个人呢被通缉之后啊，那到处都有抓他们的，哪敢说到哪儿消消停的来睡宿觉啊，补充给养，没有那时候。所以俩人逃亡日子很不美妙，而且还出了事了。后来邦尼都残疾了，怎么有一回他俩偷辆车，为了逃避警察追捕，连夜开车，结果前面尼个姑没看惊到所以后来这邦尼也是个残疾人。说白了，克莱德的不离不弃，是有人说这爱情啊，都这样俩人还在一块的。说白，他不跟他在一块，能跟谁在一块？那相依为命，没办法，犯罪团伙，我拉着你，你拉着我，这凑着活着嘛。反正这个过程是很凄惨。可是咱们有的朋友一看电影就觉得挺好，这个电影啊，他为了吸引你看，他必然在情节上传奇一点，他又把这俩人整得惨兮兮的，你可能就不爱看了。所以你看咱们好多电影，他把这逃亡啊、犯罪的这过程啊，写的还挺浪漫。但是最后恶人有恶报，那肯定是伏法了。你包括我们看那冯小刚导演导的《天下无贼》里边也雌雄大盗啊，刘德华、刘若英演那个。所以你看《天下无贼》里边，那刘若英怀孕之后呢，都知道这不是好行当。
只不过有时于贫穷或其他原因陷到里头，犯罪成了谋生手段，没办法。但真要他再次选择，他绝对不会再选择这东西。反正我看周围这些罪犯，没有谁天生说我一出生我就愿意小偷，我愿意强盗。他为啥？你看有一个事儿就能看出来。比方有人说，老梁我拜你为师，我想学学怎么讲故事。有时候我爱拜你为师，我学学怎么摄影，我学学怎么摄像。你见过有那当爹的领着儿子说走我拜你去找人，找你师傅学习怎么偷东西？没有这么没溜的家长。所以这个偷盗这个行业里头啊，只有师傅选徒弟，没有徒弟拜师的。往往这一小孩在外边瞎转悠，离家出走了，有老惯犯小偷一看，这孩子能给我当徒弟，给我打下手，配合着偷东西，他来勾引你来。只有师傅选徒弟，没有徒弟说拜师傅的说急来万揍，拜个小偷当师傅，哪那么没溜的？所以谁都知道这个行当不怎么样，这是下三滥行当，而且没什么好下场，有时候为生活所迫，没办法走上犯罪道路。所以你不要看电影《雌雄纳道》这个那描绘的如何好，那个日子他是苦不堪言的。所以就说雌雄大盗，他们不是很浪漫的逃亡生涯，那是充满着悲惨的。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个电影里边刻画这些场面所迷惑。当然最后两位，你看你杀那么多人，你能有好下场吗？就不管你什么为生活所为啥，你毕竟是犯罪，你受的所有苦难不能成为你去害别人的理由。所以老的评书定场诗有那么4句说得好吗？叫说书唱戏劝人方，3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苍苍。干了这个事儿就必须要为这个事情承担后果。你伤害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最后你们被乱枪打死，这也算罪有应得。所以咱们说到最后呢，这人一辈子还得走正道，无论穷到什么程度，如果你下道了之后，你这下场一定会惨不堪言。